好，那么 Bloomberg 彭博说呢，美国关切台海战争的供血能力，什么意思啊？一打仗要流血啊！大家不要以为打仗是请客吃饭了、流血流很多啊。那你们流血怎么办呢？没有血可以输血啊！哦，那台湾现在捐血的好像越来越也少了，也没有那么多了哦。然后呢，所以台湾现在要血袋要国产化。血袋国产化，事实上之前我也讲过，有些医生就告诉我，包括一些军医院等等一些大医院，都已经在演习打仗的时候该怎么办了。哦，紧急动员起来该怎么办？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哈这是吓人的哈，这个美国特别关切啊，所以这个事情你们要注意啊。那到时候呢也担心啊，血袋呢被一封锁，血袋也进不来了哦，因为台湾都依赖进口嘛，所以卫福部就要国产化哦，希望提升我们紧急医疗的应变能力。哦，因为现在100%这个血袋都是仰赖进口的哦。那另外呢，因为 AIT 的高雄分处突然讲说，你们要准备那个避难包啊，哇，这一讲大家紧张了。如果台湾人讲哦，蓝军讲，大家不在乎 ；AIT 讲，哦，这是什么意思啊？哦，所以呢，这个小北百货1个礼拜成长6倍，他要去买避难包哦。那避难包有什么呢？它反正有个别需要的，有基本的组合，有不同的啦哈。大概基本上呢，这个大概就是水啦，哦，暖包啦，哦，然后呢，急救的一些药品啦，哦，然后呢，这个一些手电筒啦、哨子啦，哦，大概这些东西啦，哦，这基本上的东西哦。那小北百货是他5年以前就设计的这个东西，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哈。哎，现在突然热门了哈，小北买的也是大陆做的，那黑熊好像原来也是大陆做的啊，因为便宜嘛，你台湾这样做就贵了哈。那另外呢，这个 AIT 就是要准备7种物品哦，就我刚刚讲这些了，基本的这个设施，基本的这个装备了哈。那但是呢，因为要黑熊要卖1380块啊，花莲县说0块，不要钱。分给民众，因为花莲有时候地震啊什么一大堆，所以他们大概对这个警觉性比较高了哈，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有哦，这些简单的东西哈。那所以呢，这个他们就说黑熊哦，我们都不要钱了，你还要1380哦，民进党的人就是花莲不应该这样笑黑熊啊。那另外呢，医生也酸了哈，苏玉峰医师说呢，这个尊杰不凡的台湾价值，黑熊的防灾包只能治疗小擦伤。1小块纱布加上小棉织，也没有酒精、碘酒、食盐水，哦，所以呢，擦伤就会有细菌嘛，哦，所以呢，一个小纱布也不够，哦，也没有胶带贴这个伤口的纱布都没有，所以那个东西很简陋了哈。那他们认为呢，其实哈，这个只要这个几百块就可以了。哦，不要卖到1380，这300-400块就可以了啊！你这个简直是发战争财嘛！哦，发这个国难财，发这个吓人的财哈！而且呢，淘宝有卖哦。那本来就说嘛，那你这个东西淘宝有卖，根本不需要1380，只要300-400块就可以。你黑熊就回答嘛，我这东西不是淘宝的，我这东西不值这个钱。这每次是顾左脸，黑熊说这些人觉得命不值钱。这什么东西啊？这个风马牛不相及嘛，知道吗？这逻辑就是跟你带到一个，我跟你讲说，你这些东西淘宝有卖，而且呢，这个不应该这么贵。我说你的命不值钱了，但是怎样卖5000块命才值钱，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检视防御韧性以及紧急应变医疗的能力，大家其实过去就讨论要如何建制血库，但你知道吗？其实除了挽起袖子来捐血，血袋也是关键，因为我们目前100%仰赖外国进口。护理师拆开这一袋捐血用的器材，装血液的外包装，也就是血袋，必须是医疗级 PVC 材料制成，用于采血、储存和输血。我每一袋里面又含有4包，3袋。别看这一袋袋在暂时稳定的血袋供应，对于挽救军人性命至关重要。国防部年底会设首座国军血库，而目前我国也正跨部会推动国产血袋。台湾的血源都来自国人，但血袋却依赖进口，原因是外国生产成本低，但就怕中共可能直接阻挠来往我国的航运。到时候这个血袋是要食药署的标准要去核，好，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会鼓励
力，也希望厂商有意愿来生产。而澎湖新闻也揭露，台湾官员指出，美方也关切台湾协议库存与分配能力，包括供电和备用电力系统，以及冷链物流和储存设备是否充足。以盘点赶紧建制本土方案，面临暂时强化医疗韧性，迫在眉睫。郭正兄，是，我觉得政府跟 AIT 去做这个动作，我说实在的，未雨绸缪，我一向鼓励说 OK 的，但是由 AIT 来做这些同步上演这些人心惶惶，然后你早不做晚不做，你这个黑熊学院去配合做这些事，我感觉到很奇怪，非常欣赏黑熊学院。我们这个同事他真的非常厉害的，连美国都帮他在做促销活动。但是在这里，我认为这血袋是应该准备，不管你要不要战争或者平常，你用进口绝对不是办法。如果有战端的时候，说实在的，你进口那缓不济急。但是有一点，不要再像疫苗采购的弊案，到现在为止都不查。像这类的东西，我说实在的，政府真的要未雨绸缪，这才是真正要做的。我们刚才前面也看到，就是说看到这个中国的军事武力崛起，那我想台湾要做的不是要去做军购的竞赛，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提升自己第一线的这个嚇阻的能力。好，那所以刚才的这个国成委员是有先讲说是不是要陷入军购竞赛？我认为还是要专注在我们台湾有足够的嚇阻能力。毕竟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当然大家面对这个强大军事压力的时候，会认为是不是和谈就是解决这个战争最好的方式？但是一样从历史上面来看。从二战的历史，从中国上面的历史，从中国对西藏人这样的历史看来，其实和谈绝对不会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哦。那所以想到说，那我们自己台湾要有应变能力啊，那所以也跟台湾这么多台商到世界各地去分散贸易的风险一样，台湾像我们自己的这个供血能力，其实也应该要检讨，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这个自主的能力，来面对各种复合型的灾难，包括刚才有讲到花莲可能多地震，台湾可能多台风，我们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能力去应对天灾甚至是过去常常会讲说面对到。这个贸易的封锁等等这样子复合型的风险，那大家看到就是说，大家讨论很热烈的是这个避难包啦。好，那我想其实避难包很多地方都有在卖。好，那当然黑熊学院提供它大多数是台制的商品哦。那特别像是这个伞绳啊，哈，它不是一般的尼龙绳哈。那我自己有去看，因为我自己有上过黑熊学院的课程，我特别有去问，因为它有一个灯，它特别是日本制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也不是要帮黑熊学院推销，而是如果我们都认为避难包是有所必要的，我们鼓励国人多去选购你自己喜欢的避难包。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保温的这个铝箔毯，这个非常重要。遇到急难危机的时候，需要如何自救？黑熊学院近日发出影片教导民众，同时官网上推出价格1290的黑熊防灾包也销售一空。今日再度推出一款附带三角巾、弹性绷带的11项急救工具的防灾必备盒，依旧抢手，却被质疑价格比行情高出许多。听闻价格就先不用，毕竟跟市面上的防灾包相比，购物网上价格相近的急救包装有16种品项，甚至还附带收音机跟警报器。那这个小的纱布呢，其实呢这么小呢，在处理一般的伤口根本是没有办法使用。而棉织也是附那种最小最短的棉织最小包的那这种小包棉织可能一包只有5块钱、3块钱这样子。除了暂时不敷使用，医师苏一峰还逐一计算成本，直接1380元的防灾盒外面应该300元就有，加1380看起来是还蛮尊爵不凡的价格，成本大概300块以下就可以拿到了。打从11号 AIT 高雄分处发文呼吁网友备妥避难包，已被不时之需，到现在黑熊防灾盒引发热议。对此，黑熊学院声明非常乐见大家有更多讨论，但绝对不是这种廉价抹黑，坚信台湾制造的优秀品质，欢迎苏先生自己组看，不要忽略行销成本，组不出来就交给专业的来。但就这么刚好，花莲县府17号也发文开箱花莲限定的灾难救护包，说无需1380免费就能取得。防灾诚可贵，黑熊价更高，但现阶段买的人
真的不少。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啊，要政府来说我们要自治血袋了，表示说这个情况啊，应该是非常的严重跟危急，而且还是要美方来提醒的。我还是常讲，从2016年小英执政上台执政，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已经2025年了，你到才跟我讲说我们要自治血袋，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多少的共机、共建、亲老台。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那你一直到今天还跟我说，过了8年，第9年了，说，我们现在开始要自治血袋，因为我们全部养在进口。所以我说真的，即便要不然你这几年或者2、3年前你就应该发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第一个中央的这个政府呢，在执政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是漫不经心。如果已经要到美方才提醒说，你们要记得赶快要准备这个自治血袋这个事情，要不然到时候真的被封锁，你们连血袋都没有。然后呢，再搞到大家说，原来我们这个血袋完全是养在外国进口，我们自己没有自治能力。好，那你现在开始盘点到开始做多少的时间来得及吗？就像刚刚在座的各位都提到，如果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军事发展已经在这样的一个长足的进步当中，我们现在才在研究说要怎么来自治血袋。说真的，这个根本已经时间上是赶不及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又回到说这个避难包也是就是说，如果你也觉得说整个两岸在这个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紧张的氛围当中，你早就应该，其实中央政府就应该带头做这件事情了。那你把这件事情就丢给黑熊学院来做，还是说当然黑熊学院或者他真的是真的很厉害，他自己先来研发说我们要赶快准备这个避难包。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避难包，你看刚刚很多人提到这个的价值到底是刷什么？如果是刷台湾价值，说真的，你应该要无价啊，怎么会要1380呢？有些所以说我们常讲，这个标准要一致。你要这个爱台湾、保护台湾，我想大家全民的心都是一致的。只是你这样的价值在爱护的同时，却也造就自己的这个商业的利益。我想这是很多民众没办法认同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基本上是这样包括很多医院被要求变成演习，变成一个战时医院，然后要大家准备血袋，这表示什么？表示战场在台湾嘛。战场如果不在台湾，我准备血袋干什么？而且辽美已经预判你将来会死很多人或者伤很多人，才需要这些血袋。那你自己不要讲别人，自己想想看，现在俄乌战争战场就在乌克兰，乌克兰什么样的状况？以哈战争战争在这个哈马斯的地方，对不对？那你看情况是怎样？你现在以色列去炸伊朗，那伊朗现在情况是如何？你就可以想得出来，真的到打仗的时候，不像你平常想的这个样子。和平是很宝贵的，经过战争的人才知道，但是没有经过战争，就我们听上一代人讲说，台湾有这么好，能够几十年不打仗，让你们好好受教育，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很不容易的。但是你常常身在福中不知福嘛，不知道啊。当有一天万一失去的时候，老美已经看到了，准备血袋，到时候呢，你多少人要流血，要输血那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前天黄旅锦如国民党呢有5个人了市党部有3个，主委、书记长、总干事还另外加上2个，5个被起诉。大家以为说昨天这最被压的3个会放了，已经起诉了，那还要怎样呢？而且起诉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到底为什么怎么抄什么都很清楚了，就会继续被羁押。检察官压了他们2个月法官再压他们3个月。我觉得现在羁押，大家知道这个还没有罪耶。我们是罪刑法，你看没罪耶，没有被定谳就这样压人我觉得我们那个检察官、法官压人那个太松了法律实在太松了可以这样动辄压，而且一次每一庭都可以压这个加起来可以压了1年多了所以呢，这个法官理由是说他们有串灭证的可能我真的不解，串证是比如我们这3个人，对他们这3个人彼此呢。这个举例来讲说，都说我有罪，然后放了以后呢，然后串一下说没罪了。他现在不是他现在2个人，总干事跟书记长都说自己有罪，说黄旅无罪。那放了以后怎么样？串的结果变成黄旅有罪啊？不可能嘛！不可能。对。你法官在想什么？你的逻辑在什么地方？如果这3个人本来的都说这个有罪，出去以后说无罪。这个是有可能串，他们现在就是黄旅，他们压就是说黄旅到现在为止说这个没有下指令，所以对黄旅呢不满意，所以就把这些人都给压起来，说呢他们有可能有串证有灭证
的可能那黄旅因为也不认罪，所以就把你继续关到你认罪为止，其实就这个意思那黄旅在法院，法官问他说：“哎，我们要押你，什么看法啊？”什么看法？黄旅说呢：“再关我会死在牢中，我一辈子也没被关过，而且我也是志工。”黄旅跟这个主委出钱出力，对，然后呢搞了个半天，到了老了还被关起来，身体又不好，哎，真是这个欲哭无泪了那所以黄旅也气诉他说因为我罢免民进党就被追杀，所以呢我也希望要不然就你们都说我有罪，罪都到我一个人背好了，不要再闹下去了。但是没用，法官还是要把他关起来实际上呢，你如果问我，我觉得这些党工去抄党员名册当然是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至少他认为是党员嘛。事实上，你如果好好跟这些党员联络，他也会联署的，只是他时间不够。但是呢，同样的，民进党呢违规偷跑都没事。民进党是违规偷跑，1年以后才能罢，你怎么1年之前开始罢呢？那因为民进党违规偷跑，所以呢一下子搞了一堆名单，国民党急了，所以他搞那么多，因为国民党没有违规偷跑嘛，所以就抄了有问题。你问我觉得抄不应该的，党员就叫他来联署，或是一个个拜访他联署，都可以联署出来的，不应该用这种便宜形式。但他认为说以前都可以以前没什么了不起不对的死了就退件再补件就好了就变成这样好吧。这个黄旅也说我身体不好，你如果这次放了我会辞市党部主委，我要出狱养病我也不要干这市党部主委了那国民党就说黄旅、准如这3个人继续压是政治考量，是凌迟在野党那另外呢，吴宗宪就当过检察官，他说呢，这个还要继续压。他说我已经成为司法的外行人，我已经看不懂你们司法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听到这声加油，立刻回头，眼神中满是无助，因为国民党台北市主委黄旅锦如遭裁定严押3个月，75岁的他走上囚车，脚步踉跄。关下去，他会不会死在牢里了？然后坐黑牢。到黄旅的女儿黄旅一出来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哭了我们还去安慰他，想办法来安慰他。他身体呢是都在颤抖，而且双脚是处于无力的一个状况。其实看了真的让人非常的心碎。黄旅锦如在庭上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并强调自己没有直接叫党工抄名册，更说自己在黑牢中被无情追杀。而另外2位党工认罪，但因认为有串证之余也遭严押。黄旅主委却因为危害到了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权利，所以反而被羁押。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只是全台右翼联署案持续侦办，除了黄旅、新北、台南党部书记长、基隆前党部主委也都在收押，加上台南起诉书点名组织部下令，已经北市党工开庭证词，说名单来自党中央，是否距离向上追查越来越近？你没有证据，你要怎么抓我？你没有证据，你要怎么去罗织罪名？国民党的案子就都跟上面有关，律师的攻防方面，我们都会。又已经准备了。徐宇珍这番话，看来党中央已设好防火墙，但如今蓝营面对大罢免跟司法战，恐以人人自危。好吧，因为起诉书说了，9成罢双无的联署都是抄来的，而且党工都认罪了，国民党斥说绝对不可能因为事实上呢，他现在认为你只要这个党员名单是党员的，只要这个名字是党员就是抄的，这不一定的有些可能抄，有些可能党员愿意签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有些联署来的，也并不是没有那所以张世刚议员就驳嘛，他说我的服务处就收了好几百份真实的联署怎么会是9成是抄的呢？那朱立伦说呢，他反对错伪造抄假那国民党呢说呢，中选会为了护航民进党委员，民进党罢国民党委员，所以在故意拖时间，因为呢法定2阶的查对时间早就过了嘛。查对的时间10天内要补件然后呢你现在拖，所以呢补件就可以一直补时间一直不过。那江宜臻呢新北市议员说，他是举例南投油耗罢免油耗这个案子里面，死亡联署56个人，第一阶段这个不能为第2阶段联署1536人，就重复不可以重复的，第一阶段连完，第2阶段不能再连然后呢重复联署411个人。原住民身份66个人，原住民他不属于地方委员，原住民是只能罢原住民委员，不能罢区域委员。居住时间不符的152个人，年龄不符规定的49个人，姓名错误或不明的721个人，
所以明显有造假抄袭，这些人都有这个嫌疑。好，删除这些凑数的跨不过门槛了，所以呢，徐宇珍跟尤浩2个委员6月5号到台北地检署告发南投县议员陈玉玲跟其他的助理，兼罢免案的这个领先人，说伪造文书，到现在为止也不查。没有。好，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哈。伪造文书，再讲一次，我在本节目很早就讲过，你去查刑法，一定要罢免伪造文书生损害于他人或公众。那今天罢立委的都没成案嘛，那他生损害于谁了？没有生损害于谁啊？绿的罢蓝的的确成案了，就生损害了，结果这些不查，所以不是不能查，而是你要公平嘛。你这个对蓝的就是小案大办。对绿的就是大案小办，你就是不公平嘛。李进勇当时因为伪造文书签到官司里面去的，后来说没罪呢，就他虽然伪造了，但他没有生损害于他人，没有生损害于谁，所以无罪啊。那今天这些人，国民党这些人生损害于谁了？没有生损害于谁嘛。所以说，赵大哥你讲的非常的清楚，这完全是2套的标准啊。所以以刚刚的部分，所以我们难怪我们的不分区的吴宗宪当了这个检察官24年，他都说觉得他自己要重新学起，这完全是超乎他的想象之外，也不符合过去实务的一个标准。那以尤浩的例子来说啊，的确啊，我们都认为他这里面瑕疵这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完全不是像办国民党这样的方法来去办这个南投的这样种种的一个事段。我对于昨天黄旅再去被加3个月，我说实在，所有人都感同身受。看到他的先生，看他的女儿痴痴的等在外面那种画面啊，然后看到黄旅那个画面啊，每一个人认识他们这一家人都会真的是一举同情之泪啊。何罪是目前为止很多的状况里面啊，都已经告诉你他会给你起诉，起诉之后再去羁押，再给他押3个月。那3个月当中里面，你真的是不知道这个黄旅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重点是像以高雄为例，我再一次的说，高雄绝对是罢免的这个自主权的团体。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目前的召集人呢，就是徐尚贤，他还是被昨天同样时间是被延押2个月。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已经承认他有一些的伪造，但是他们认为他出去还是有串供，因为检察官认为他传唤的1000多人，就是把那个联署的人或是被抄的人全部传唤有1000多人。你看到他那一叠，那这些人有很多人因为有事情没有办法到，所以他们因为还没有把这1000多个人全部审讯完毕，所以他目前为止不能放他。你的效率的这个问题，然后你把他继续，他都已经承认他有一些的问题，你还是继续延押。所以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伪造文书，还有个人的这个个资法这些案子里面，你要把这样的人延这么多的时间？那你看看，我们都不要去比了，我们不是在比烂，我们只是提出一个最基本、最卑微的要求，你一个公平的一个对待。你对于那些光电，你对于那一些真的是比犯了这个罪还要深的这一些所谓有绿党的人，你有绿的党政的人，你有这样子的对待吗？你有这样子的对待吗？对于一个黄旅，他是这样的部分里面，我说实在，大家讲的这件事情真的还是愤恨不平了。我觉得检察这个整个司法的体系真的是必须要在这个地方里面给我们一个交代啊，否则如果到这3个月之后呢，把黄旅的这个政见还有各方面还是没有办法给予一个很明显的话，我觉得国民党真的要有所作为啊。压人是很严重的事情，人生就自由都没有了嘛。所以除非是很确凿、证据力很强，的确他会逃亡或是串证才能压人，不能轻易压人的。就像柯文哲到现在压起来，我也觉得没有道理啊。你到现在，你既然没证据，你说怕他出去串，所以把他关起来，法律可以这样子干吗？能够这样子压别人压成这个样子吗？休息下再回来。